好，赖清德说呢，他说把中华民国这4个字留下来，有助于团结台湾社会，因为中华民国算是最大公约数啊，那不需要另外宣布独立。虽然呢，台独人士希望能够成立台湾共和国，但这也会引起内部的这个对立。那刘世芳内政部长说，我们就是台湾人，只是我们的国号叫中华民国。哦，所以有人说中华民国是借壳上市哈。那另外呢，这个赖总统说中华民国有助团结台湾。民众党说表示你执政无能嘛，哦，你现在只好用中华民国来团结啊。那另外呢，因为小红书被认为说呢，现在不准这个上架了，是钳制言论自由。民进党说呢，原来是反中，现在到变成共产党了，哦，因为共产党才不准这个，不准那个，不准让你去了，不准这个，不准那个去。你现在怎么不准小红书到台湾下架呢？哦。刘世芳就说：“你是反对警政署打击犯罪吗？我们是因为他诈骗太多，你反对打击诈骗吗？难道让小偷到我们家要拿什么就拿什么吗？他是个小偷啊，爱怎么骗就怎么骗呢？哦，那另外呢，台北市政府就反呛刘世芳，说你到底是内政部还是中宣部啊？你每天讲这些，跟你内政部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看一下。”总统赖清德前一天指出，民进党没改国号是因为中华民国有助团结台湾，且写在宪法里，不用另行宣布台湾独立。在一般的社会大众里面呢，都会觉得说我们自己呢行走在世界各地，我们就是台湾人。多支持者都会觉得说，我们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现在的国号就叫中华民国。语气坚定，就是台湾人，顺应总统国号是中华民国，但同样牵扯到两岸问题，内政部禁止小红书1年。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批评反中反倒自己变共产党。台湾并没有共产党，就好像说，如果有小偷到你家的时候，你跟他讲说好，这是你的行动自由，你爱拿什么东西就拿什么东西，那就表示说台湾是一个没有法治的社会的话，那这样子的社会呢，怎么会叫做是签论言论自由呢？蒋万安市长支持打仗，也请刘世芳部长不要刻意的来扭曲，我们就等着看内政部如何透过禁止小红书来解决国人痛恨的诈骗问题。民进党不要反中反倒变成共产党，内政部也不要变成中宣部。台湾是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不是土皇帝说要禁什么就禁什么。北市府杠上执政党大酸赖政府是土皇帝，内政部变中宣部，一本小红书，中央地方隔空驳火。来佩强，我会认为中华民国的存在跟另外一件事加起来会完全保护这个东亚的和平跟繁荣，就是保护中华民国，摒弃台独党纲。这两件事如果做到的话，我相信在未来10年之内，台海之间的和平是台海甚至东亚的和平是可以期待的。可是很可惜的呢，我们现在的总统做一切的努力，想要把中华民国毁掉，做一切的努力想要把中华民国宪法毁掉，甚至这样讲，如果说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那他宣布台独，马上就得迎来就是战争。我们从这次中国大陆对于日本的态度，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明显。而美国也是我们可能是我们本来最大的盟友，也态度越来越暧昧。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那赖清德总统知道说，他如果玩火玩到一种程度的话，势必会引火自焚，而自焚的代价是2300万人一起上战场。但是我们赖总统很明显的知法、玩法、弄法。而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不只是说在这个议题上面，而是在很多不只是小红书的议题上面，这根本不符合所谓的比例原则啊！如果你是要打诈骗，我对打诈国家对这5个字完全失望，不管是数发部还是 NCC 还是法务部，完全失望。为什么？如果你是要去抓这个诈骗最多的这个平台的话，你应该直接去抓脸书啊，你应该直接对付 Meta 啊，甚至连 Thread 刚出来没多久的 Thread。的诈骗案件都比小红书多，那你现在去禁小红书，只是为了政治操作而已，你根本不是为了打诈骗。诈骗的事情，我们所有立法委员，我们每一天都在被民众质询。这件事来讲，对我来讲很生气的原因在这里，因为你不敢打老虎，只敢打苍蝇。你去针对这些一天到晚看美妆、看旅游的小朋友，然后你不敢去抓脸书，那你明知道脸书诈骗最多，你明知道 LINE 诈骗最多，你不去抓。那最后面就提出来中华民国，我们不是台独，我们没有台独。台独你不能只是把台独，如果你真的就法理台独啊，你敢法理台独，就是战争来了，你就自己不是说务实台独工作者，你就做嘛，你就讲嘛，你不想当中华民国总统就直接讲，
不要这么一天到晚讲那么奇奇怪怪的话。我记得选举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记得吗？对，没有，他说中华民国是灾难，后来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他原来讲对，后来讲宪法，那现在又说宪法规定。赖清德选举的时候，一开始讲中华民国是灾难，后来改口的时候，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那他现在又你不觉得吗？他在各方面的压力底下，他说中华民国是最大的公约数啊，这是我们的国号啊，等等。宪法也记载啊。对，我们要提醒赖清德，不要忘了。中华民国，你要从1912年的中华民国，你不要中间断头啊！他1949年以前的你不承认，承认1949年，甚至于只承认1996年之后的中华民国，就那时候李登辉的要总统直选之后的中华民国，你不能这样子啊！你不能说这个不要，那个不要，你就要完整的中华民国1912年，完整的中华民国的就是我们的中华民国宪法很清楚，那就是一中的宪法。中华民国包括大陆地区跟自由地区，自由地区指的是台湾金马了就写得清清楚楚。我们宪法里面讲得这么清楚，可是你就把大陆，我们的中华民国宪法里面的大陆地区，你说大陆地区是境外敌对势力，好了，境外敌对势力，所以你进他的小红书，大家都知道了。刚才已经有人提到了嘛，你是看数字。诈骗的 Meta 的脸书啦、Google 的啦、Line 啦，都比小红书多。为什么要专门修理小红书？就是因为小红书是老共的，这就是这个一下子来吃嘛哈。那刘世芳回答这个蒋万安讲的说，是共产党什么之类的，他根本就鸡同鸭讲，他故意欧龙蛇斗啊！不要忘了，人家蒋万安强调是什么？强调是说民主国家，你在共产党的时候，你是要什么？人民要翻墙才能够看到外面的世界。结果现在台湾也要翻墙才能够看到小红书。所以这里面来讲的话是讲这一点，结果你针这一点你不讲，你要讲一些543的什么之类的。最后一点我要强调的，这是管网络平台，全世界敢去管网络平台只有共产国家。结果台湾曾几何时也变成共产党了，要管网络平台。杨世刚。我觉得去封小红书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啊。那基本上我们现在这个台湾说我们的言论自由、网络自由，你在家里面用手机上网，到世界各地网站都 OK。那小红书台湾大概300-400万人看，大概可能的主要族群不是我们在座这6-7位，可能是高中生、国中生、女大生。还有那个年轻的上班族，这是他们小红书的主要的族群。那看什么呢？当然不是看统战啊，当然不是看统战内容，当然不是统战在说中国大陆多强多棒，看什么？就是旅游啊。那旅游也不包括中国大陆，也有新加坡，也有台湾等等，也有台湾。而且台湾的那个点阅量还蛮多的，因为很多是外地人来台湾旅游啊，介绍台湾一些吃的好玩的等等，还有看美妆、化妆，用什么品牌的化妆品，有可以达到效果。那这是他主要的受众，那诈骗脸书多得多啊，然后那赖多得多啊，那怎么政府不敢封只敢封小红书，不敢封脸书呢？那难道敢封赖吗？但是如果敢封赖的话，全台湾大概我们所有人都断联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执法就是一个政治性的执法了。他早就看小红书不爽了。早就想把这个由中国大陆经营的，或是主要中国大陆来运营的这些网络的 APP 把它移出去。这一步是小红书，也许明年是 TikTok， 也许是 TikTok， 因为现在 TikTok 在台湾看的也很多啊，其实很多台湾的这个创作者也把自己的东西上传到 TikTok 去了。所以我觉得这民进党对台湾人很没信心，大家觉得上小红书看 TikTok 就会被统战洗脑，就觉得中国统一好棒棒，不可能嘛。那至于这个打诈平台、打诈这些事情，打诈归打诈嘛。你很多人在这个脸书里面一页式的脸书去买东西，那个有很多的诈骗，那你怎么去查、怎么去追呢？那一样是追不到人啊。脸书每年给你提供了多少资料？我问过警察局，他说很多资料脸书也不提供啊。所以这面对这种一些打诈的事情，只是拿打诈做借口，做政治的一些打压。这到时候可以看嘛，因为禁掉小红书以后，台湾的诈骗减少多少？没有减少多少，你进来以后看嘛，看到底减少还是增加就知道了。到底以打诈为名禁掉小红书有没有用嘛？休息再回来。好，《自由时报》登说，政协会
农历年前或是前后，反正农历年今年大概2月嘛，是吧？会登场。是好像是。那北京有3个前提，就你要达到这3个前提。那主要的就是这个军事采购不应该通过预算哦，而且呢限制大陆配偶啊这些东西要阻止哦，然后呢这个重申中国统一是目标啊。那国民党就驳斥说这叫做造谣煽动哦，我们拒绝造谣煽动，我们是捍卫两岸和平的哦。这个说《自由时报》这个登的不对。国民党发言人刘许婷说呢，这叫做廉价的谣言，而且搞得绘声绘影啊。那郑丽文说呢，这一天到晚在编故事哦，府院党就对付我一个人啊。那另外呢，这个侯友宜说，到底有没有中共开了3张门票来换政协会？侯友宜说，任何会务都需要符合国家利益、对等尊严。另外，卢秀燕跟郑丽文说，到底是不是后不见后，王不见王？有没有心结？说他们昨天同框，而且呢拥抱，说他们交情不错。那另外呢，而且郑丽文也抱了卢秀燕说，他就是太阳哦，那没有2颗太阳哦，而且呢说一定要支持他哦，剑指2026要支持卢秀燕。我们看一下。平面媒体指称，国民党2位副主席10月底、11月初先后访陆带回北京，要求党内随即启动相关讨论，并由副主席张荣恭再次赴陆，获得北京同意，在农历年前后进行政协会，引发关切。因为以国共2党主席为首的国共论坛最近2届是在2015年的朱习会与2016年的红习会，至今已停办长达10年。很奇怪的是，这为什么我们跟两岸的这个交流要由自由时报来说了算呢？为什么这些内容要由民进党的可靠人士来定义呢？该安排的时候要安排，如果真的有这件事情的话，也会在合理的时间来做发布，但绝对不是像这个媒体所传的一样。赖否认特定媒体报道内容，因为除此之外，知情人士还向平面媒体透露，为铺排政协会，北京提出了3张门票。第一是赖政府提出的军事采购预算不该通过。第二是歧视陆配的国安法之立法进程应该即刻阻止。第三，则是国民党以中国统一作为目标的发展轴线，应提出体制改革与具体行动。已经很会编故事了呢，每天一直编不完呢。习近平的时间都已经排好了，农历年，然后还有什么3张门票？哇塞，他编故事也编得，我的天哪！指控知情人士说法满满漏洞，蓝也根据所述内容自我检视。不是所谓门票说，同样是国共交流，出于知情人士之口，认知差很多。因为太阳在这边。台中立委一字排开迎接党主席郑丽文一上台，立刻拥抱卢秀燕，毕竟是上任后首次同台，当然要展现2人的姐妹情。我们的全体党员团结合作，支持新任的党主席郑丽文。互尊意味很浓厚，因为我在第1次竞选市长的时候，那情况不好哈，主席帮我承办的哈他一手策划，我们是好姐妹，有很好的私交，非常常年的姐妹情。其实我觉得外界真的不需要想要挑拨、见缝插针是没有用的啦。高喊情同姐妹，毕竟台中还有烫手山芋，2026该由谁来出战？台中党部主委说已经在协调人选，那进度到哪里？手心手背都是肉，本党一定会做好相关的协调工作、沟通的工作，一定会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产生最好的候选人敬请大家拭目以待。就怕党内出现2个太阳，要延续摇摆州蓝天，卢郑2人先高喊大团结。那嘉玲。我看卢秀燕的表情好像有点怪怪的，突然被突袭的感觉哈。当然了哈，这个现任的党主席是郑丽文啦哈。那未来无论是台中啦各县市提名，当然一定要郑丽文首肯嘛哈。所以我想卢秀燕不只是在这个市长这一局，他会想说我现任之后呢，到底要交棒给谁？这他当然心中有一把尺嘛哈。但是主席能不能同意，当然对国民党来讲相当重要。但是我要提醒这个卢秀燕呐哈。这个你未来的总统之路哈，恐怕先看看你最近这2年来，你台中市的政绩好，或是说你台中市发生这些治安事件，有没有好好处理好？郑丽文是不会帮你加分的啦。从中南部以向的这些县市哈，还有县市议员，最近反弹相当的大，因为不断的在传出说郑丽文要跟习近平见面，而且呢要以我是中国人，还有这3张这个支票，这3张主张啊哈，我想空穴来风吗？我觉得不见得。你看看在立法院，是不是军购预算是被挡？
在立法院是不是相关的国安的这个法制也是被挡？这个当然大家会担心啊。我想北部的这个国民党的县市议员或是县市首长不是那么担心，但中南部确实非常担心哦，因为他们一直看到说国民党的路线不断的向中国靠拢。本来以前还在期待这个郝龙斌的中华民国派可以当选，至少还保住中华民国主权地位。现在呢，郑丽文一步一步往那边去，而且呢，两个副主席去谈的结果是这样的结果。你看看接下来县市首长、县市议员能接受吗？气概。赵大哥刚讲说是哪一个报纸的独家报道？自由时报。自由时报啊，报道郑丽文应该要看联合报跟中国时报了。而且自由时报连一个第四权，你至少要去问嘛。你讲这是很耸动的事情哎，你至少要去问郑丽文问国民党。人家说讲说你是造谣跟煽动，你这新闻还可以播出来，做到这个新闻还可以登那么大。这不是严重违反的第四权吗？现在很严重，就是什么党检媒一提，他一方面自己媒体制造这个议题，然后民进党再继续进去追打。你看，你去看看《中国时报》跟《联合报》，它不止没有大幅度的报道，它这个对这个东西都是一个反驳的。好，请大家如果要看这个郑丽文的新闻，不要看《自由时报》，要翻过来，把《自由时报》翻过来看。好，那事实上民进党一直在打的是什么？就是打抗中保台牌嘛，就刚讲小红书这个事情，赖清德跟刘世芳是搬了石头去砸了自己的脚啦，他这个根本就得罪了年轻人啊！你看那个小红书谁在看？都是那一些年轻人。现在已经有人讲了说，他们这样搞的话，下次那个赖清德那个民调，年轻人一定是掉下来。那小红书上面说什么？都是吃喝玩乐啊。他是很多台湾的那个小女生啊，就是她生活上的一个这个小红书变成一个参考书。你大家上去看一下，刚赵大哥给大家看很多画面，对不对？多玛是什么？包括她穿搭，一个小女生，她外出的时候，她那衣服怎么穿搭，还有那美妆那个攻略，比较像那个 TBS 这个南西美那个节目。你人我最大，我最大。你这样的节目，你都要去进，所以你的年轻人的票是会掉下来的。好，那更好玩的，我跟你讲哈，现在他进完之后本来有些人根本，你像我们在座7个，从主持人到我们7个大概比较少上去看小红书吧。我经常看，你经常看，我有看，我就是因为有看结果才知道。我们这个年纪的，很多旅游的还蛮有趣，很多好吃的，很多好吃的。我们这个年龄层的比较少看，年轻人很多，对不对？现在结果民进党这样一进，现在搞到什么？现在翻墙进去看的人啊越来越多，而且离谱的是什么？现在有人还故意去，以前都是吃喝玩乐的，现在人连那个什么教战的那个影片都把它放进去，所以现在小红书在台湾那个流量变成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新高了。好，那我跟你讲，现在最严重，我觉得蒋万安讲的是最好。你自己你民进党在反共，反到自己都变成共产党。现在你要看那个小红书，你要台湾的民众还要翻墙去，这是多么离谱的事情。另外，我讲一个点哈，刚刚一直在讲说他连贯的是打抗中保台，赖清德讲说中华民国要留着，他是先去说服一个人啊，王义川啊，王义川不是刚到日本去？刚到日本去，他是什么？去靖国神社宫上面，我是台湾国的立法委员啊。被骂的，回到立法院，记者去问他们说：“我讲台湾国有啥不对？”所以赖清德如果还要讲说你现在留中华民国，你虽然是借壳上市，可是你党内的一些分歧，包括王一川，先去跟他讲，以后用中华民国立法委员，不要用台湾国的立委。那个小红书啊，确实人口众多了。我跟各位报告，就是根据内政部所公布的数据，15岁到30岁，各位猜人口多少人？470万。小红书看多少人？300万。我的意思，两个不能相比并论，但是那个比重占很大。那个吃喝玩乐啊，光装美略啊，滤镜过多过少啊，要怎么去美妆美容，确实是日常生活。他们也很刻意，小红书确实在定位上，他也很刻意把那个政治新闻降到最低。那时候对年轻人影响有没有那种所谓的统战味道？当然有，但是它就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文化柔性的，在某程度上，其实。先撇开政治议题不谈，它就是对生活有各式各样的帮助，让你更便捷，让你知道哪地方可以买到比较便宜、比较好用、CP 值比较高的化妆品，诸如此类这些。所以近起来，其实那个反弹应该会有，一定会存在。即使连川普去进 TikTok 之后，他也不敢正面应其风，他就是转个弯，让 TikTok70%的股份卖给 Oracle。甲骨文卖给 Michael Dell 用这种方式，现在呢，他一样在美国一样非常畅销。主要是因为年轻人这一块太多人看了，任何想要对下一次选举有帮助的人，对年轻人选他这一票，他一定把它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所在。一旦他被影响了，当然呢，怎么换都换不回来，这此其一。则现在对郑丽文，前几天跟他见过面，如果他真要去大陆访问的话，那就太不够朋友了，完全不知道那我这里跟各位报告，这也不是我秘辛因为已经解密了嘛。
2017年5月20号，吴敦义选党主席，当时吴敦义选上了。过了1周之后，在敦南跟搜狗附近交口2楼有一家餐厅，当时卢秀燕决定卢秀燕去选台中市长，韩国瑜去高雄市当那个党部主委啊，现场除了侯友宜外，其他人都到齐啊。那侯友宜当然他自己很有能力。当时卢秀燕还抱着一种怀疑说：“我去选，我可以吗？立法我做得好好的，我现在我会担心我的宣传力量不够。”这个人当下说：“我去帮你。”他们的结尾是从2017年5月26号，各位2楼啊，晚上6点半到9点钟，现场直播了哈。那他去台中市驻点帮他所有的文宣做宣传，那个交情交得很早，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他们交情好，他们交情非常好。后来呢，卢秀燕就比较稳定了。那郑女士转战到高雄去帮韩国瑜，从这点来看，说其实他们中间没有任何的缝可以去插针。那当然对郑女士来说，她前面讲话，因为在选举过程当中，我的解读了，如果我当面问过她，我说你讲话跟你过去的这种比较本土立场想法比较不一样，那究竟你的核心焦点是什么？她给我4个字啊：避免战争，先求台海之间不要有战争。让对方知道说我们这不是只有台独这样的而已，还有其他的方式。那我说你会不会因为你讲的过多的对年轻人的选票，或者对这个本土派有些担心，你讲的过多以后会影响其他人的选举？他知道该怎么修正，在适当时候他知道该怎么走，能够质量用中。所以你要觉得说他会出卖台湾，我觉得机会不太大了，因为他现在没有官职。那以他的个性啊，他一向就是大喇喇，有什么就讲什么。他唯一的缺点就是歌声唱的比较不好，除了这点以外，其他都非常完美。就现在回来。